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讯成科技 ECK 的主站方案 ECM-XFU 的整合测试环境。这个整合测试环境呢，我们简称它为 ITE。当你打开这个 ITE 以后呢，你会看到一个简单的画面。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画面的功能区块。左上角呢是我们可以选择device type，也就是说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连接到你的这台电脑的。好，你可以是用 USB 的方式连接，或是透过 PCIe 插卡的方式连接，好都可以。好，那你就是会选择其中一个方式。好，那接下来呢，下面是功能的按钮，功能按钮。好，那这边的 Update Firmware 跟 Reset 呢是 PCIe 专用的。如果你是 USB 连接的话呢，这两个你就先忽略，不用看它。好，在这下面呢，我们可以选择周期时间 cycle time， 以及我们是不是要做这个同步的 DC 时间，好，要不要开启 DC， 好，以及 ECK 的状态，好，状态，好。那右边呢是讯息方框，好，上面呢会有一个讯息的显示方框，跟我们在之后要做周期性传输的时候呢 ，RxPDO， 也就是从主站呢传给从站的一个 RxPDO， 我们通常叫做命令，好，命令的一个 PDO object 的形式会列在这边。那 TxPDO 呢是从站传回主站的一些资讯，好，我们通常会称为它的回应。好，我们开启这个 ITE 以后呢，我们首先就像按 Open。好，如果你发现出现这个 User System Init Fail 呢，好，代表说哈，目前呢它没有找到这个装置。好，如果你选 USB 的话，请看一下你的USB 有没有插上我们 XFU 好这个板子。那如果你选 PCI 的话呢，注意一下我们的装置管理员里面这个板子是不是已经有被正确的安装了。好，那我现在已经把板子插上去了。好，那我就再按一次 Open。好，这时候呢，我们就找到了板子，而且他跟你讲说，这个版本的编号呢是16进位的1B。好，那它出现另外一个错误是 Net not connect 的，好，代表我没有接到 slave， 或者是它的 slave 没有开机，好，所以我没有找到 slave 的装置，好，所以这时候呢就出现这个错误呢，也请你注意一下你的 slave 那边的状态，以及网口灯是不是已经有亮起了。好，那我现在呢把我的 slave 插上去，那我再 open 一次。好，这一次呢我就顺利的找到了我的 slave。目前呢我接了2个 slave， 第一个 slave 呢是0539，哦，这个是制造商编号，好，这制造商编号。后面呢，这个是产品编号，所以0539的这个制造商编号出的这个2200301，好，这是一台雅斯卡瓦的驱动器。好，下面呢，这个是一个 I/O 装置，好，这个 B595，好，这个厂商出的一个 I/O 装置，好，那它的编号是10200，好，那你就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它的那个RxPDO 跟 TxPDO 里面分别带有什么东西。好，我们可以看到。打开来看以后呢，这个 RxPDO 好，里面有6040跟6072两个 object。那这个 I/O 装置呢，打开里面有000跟001，也是一样两个 object。好 ，TxPDO 里面呢，打开来看有6041、6064，也是两个 object。好，那第一站呢，这个 I/O 装置呢，打开来看也是两个 object。好，那我们现在接的第0的这个装置，它是一个驱动器马达，好，所以它就可以透过6040这个 control word 来去下指令。607A 是 target position， 好，目标位置。那接的第一站呢，它是一个 I/O 装置，是16 in 16 out 的装置。好，这边在 RxPDO 跟 TxPDO 看到的呢，都是slave， 好，就是从站它预设的资料交换的格式，它的内容。好，当我们切换到这个 OP 模式的时候呢，它就开始进行周期性的资料交换。好，那要切到 OP 模式之前呢，我们必须先经过一个 Safe OP 的这个阶段，所以先切到 Safe OP， 再切到 OP。好，切到 OP 以后呢，他就问你说要不要进行周期性的资料交换啊？如果这边选确定的话呢，就跟你按一下这个按钮 Run 这个按钮是一样的，它就开始进行周期性的资料交换。所以我按确定，它这个 Run 就变成 Stop 了。好，所以如果我刚刚那边按取消，好，那边这边还是就不会进行周期性的资料交换。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的周期性资料交换呢，我们可以先以这个第01站来进行示范。好，这边的话呢 ，RxPDO 是所谓的命令嘛。好，那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些命令，也就是所谓的 output 的值。好，所以我们在它的这个0000的这个 option 呢这边数值这边点2下，原本是0，代表没有输出。好，我们可以给它
一个数字让它变成有输出哈。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用10进位的表示方式，也可以这边打勾用16进位的表示方式啊。比方说我现在用16进位，好，这边数值我给它 FF， 好，就会发现说它在 output 上面就有8个 output 被我改成输出了。好，那另外8个呢在这边，好，所以我这边也可以给它一个数值，例如说我这边给它55，好55，好，它就会是格点输出这样子。好，那关于 input 呢，它会从T-PDO 会反映状态在这边，好，所以可以看到这边会有25，代表说它目前呢是没有任何输出，好，就是都是1。好，那你这边也可以选择是 hex， 就是16进位表示方式，可以选 x。好，那你也可以选用于一般的10进位表示方式。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的这个 slave。好，那它是一个驱动器马达，它目前呢有6040跟607A。好，那我现在都要把它打开。6040是我们的 control word， 就是我要控制这个 slave 它的电源状态，就是用6040。好，那回来的资讯有什么？就是有6041，好，这是现在的位置哦，对，6041是 state word， 好，就是状态字。好，状态字我们通常用 hex 来表示，目前状态是0250。好，6064呢，则是目前的位置。好，目前的位置就 encode 的位置。好，那在控制马达之前呢，我们可以用6040来去控制它的这个电源状态，所以我们在它的数值这边点2下。好，一样，你这边可以有输入数值的方式。好，或者用拉霸的方式去决定数值，或者是像 Control word， 我们特别就是把一些常用的 Control word 把它放到这边来。好，比方说我希望它可以到释放的状态，我们就先让它电源先到 shutdown。好，那我选择 shutdown 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下我们的 state word 也会跟着变化。好，选 shutdown 的时候呢，它最后一个变成是0231。好，那再选择 switch on 变成0233，再选择enable operation， 好，就变0237。好，那到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转一下你的马达，应该是被 serve on 被击持的状态了。好，它已经被击持了。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决定一下我们现在的控制模式。好，那控制模式的话，我们可以用 SDO 的方式来去做读写。好，比方说控制模式，我们会去下6060的这个 object。好 ，slave index 我们要控的是第0个 slave。好，那它的上面应该是0 ，byte length 也是1。好，那我们先读看它目前的状态是0。好，对。那我们希望呢，先让它做 CSP 的这种模式的话呢，我们就给它状态是给它8。好，所以把它写进去。写完你可以再读回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变成8了。好，现在我们已经设定好了这个操作模式是8，也就是 CSP， 也就是说每个周期它会跟着我们的这个命令来去做变化。好，接着呢，我们就可以透过607A 给它的目标的位置，好，就给它数值。好，比方点2下以后，我给它，好，我们现在先给一个100的值。好，那你也注意606是我现在的位置，也就是我 encoder 会传的值。好，我除了100，它就会马达就会移动到100的附近。好，那你也可以用拉霸的方式，好，去做移动。比方说1095，它就会到109的附近，往回。-57就会到-57，所以你现在透过拉霸，你就可以发现你的这个马达有在做转动。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简单的操作。这边呢，我们再提一下 SDO 的操作。SDO 是所谓的非周期性的资料交换，好，那可以是读，也可以是写。好，那有别于我们刚才讲的 PDO 是周期性的资料交换，也就是说它每一个周期都会做一次的资料交换。那 SDO 是非周期性，也就是说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做资料交换。那 SDO 的话，你就是要注意有几个，比方说它的 index， 好，这边是用16进位方式表示法。好 ，sub index 是多少？好，这边10进位表示法。还有这个 byte length 就是它的 size 是多少，也要选择正确。好，以及你要去读是哪个 slave， 所以一次呢只能针对一个 slave 去做读或写的动作。好，那这边的数值，如果你今天是读的话，这边不用填。好，如果你今天是写入的话呢，这个数值就要去做正确的填入。好，有 read 也有 write， 就看你要做什么操作。但 SDO 呢是在 pre-OP、safe OP 跟 OP 状态都可以去做。好，除了 init 不能做以外，其他3种状态都可以做。好，那在 PDO 资料交换呢，就只能在OP 好做双向的资料交换。好，
好，那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SDO。好，那我们现在目前在 Pre-OP 模式，下面选择了 SDO。好，那我们 SDO 这边就是看你要去读或写哪个 object 位置。好，例如呢，我们现在有一个 object 叫做6098。好，它是 homing mode， 好，就是你回后的模式是哪一种。好，那根据 Slave 上面的说明呢，6098的 sublength 是0，bylength 是1。好，那这是它的回后的模式，我们就先去做读。目前的回后模式就是35。好，35。好，那你可以看一下这边讯息。好，如果 return 是1的话，代表它有读成功，然后下面是数字。好，那你接着呢，你就可以针对它去写入。比方说你要改回后模式为1，好，就可以去写入回后模式为1。好，它就会有 return 1。好，这边的 return 1是 size， 好，也就是说跟你这个长度是一样的。好，那你可以再读一下。好，我的回后模式就会变成1了。好，那一次呢，我们 SDO 就只能针对一个 CF 的一个 object 来去做读或写。那请你注意的话，这边的 index、sublength 跟 bylength 哈，要跟我们手册上面是一样的，好，它才会正确的去读写。好，如果你不一样呢，有时候会去读到的是错误的值。好，那写的时候呢，可能会写不进去。好，这边要特别注意。你如果想要改变在 OP 阶段的周期性资料交换的内容呢，你可以在 Pre-OP 这个阶段呢，先透过 SDO 来去写入某一些在那个 object 的内容。好，比方说1C12它是 RxPDO 的assessment，1C13是 TxPDO 的 assessment。那你可以把这些1C12或1C13指定到下面的这个 RxPDO 或 TxPDO 的 mapping。那通常呢，1600到1603是 RxPDO， 那有些 Slave 呢，甚至会有1700到1703，那有些可能没有。那 TxPDO 的 mapping 呢，会在1800到1803，那有些会有1B00到1B03，好，这要看 Slave 他们定义。我们接下来要示范怎样去更改这个 PDO 的内容，包含 RxPDO 跟 TxPDO。好，一样，我们先开启。好，开启以后，它会去自动扫描目前预设的 PDO 内容。好，目前呢，这个 RxPDO 内容是有一个 PDO， 也是1601。好，有两个 object 6040跟607A。好，那假设呢，我今天希望把这个1601的内容换成是1602。好，1602。好，1601是607A 是目标位置。好，所以是通常是 CSP 模式在使用的。好，那我今天希望改成另外一个是1602。好，所以我这边就去 SDO 去针对1C2的 sublength 是0，bylength 是1，我们去读。好，这边1代表说我们目前有一个 PDO。好，那我先要把这边改成0。好，改成0。接着我呢进行在 sublength 改成1。好 ，bylength 改成2。好，我们读一下。我们用16进位的方式表示方法。目前是1601，所以我把1601改成1602。好，把它写进去。好，那再回到刚刚的 sublength 是0，bylength 是1。好，那我们去写入为1。好，那这样子呢就完成了。好，那我们这边再按一下 rescan。好，看一下这边是1601，我们现在就改成1602。然后1602的内容是包含6040 control word 跟60FF 是 target velocity。好，这一组呢就很适合用 CSV 的控制模式。接下来同样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TxPDO， 目前呢是 1A01， 好，里面有6041跟6064。6041是 status word 状态字，6064是 current position， 好，目前的位置。好，那因为我现在目前呢想要用 CSV， 好，就是速度控制模式，所以我想要知道一个速度的目前的速度。好，那我知道目前的速度呢是6064，所以我想要增加一个 object 在我的 TxPDO 里面。好，所以一样我透过 SDO。好，这时候呢，我要增加的是 1A01。好，所以我就看一下 1A01。好，我 sublength 是0，bylength 我先选选1。好，我们先去读。好，目前呢可以读到是有2个 object。好，一样，我这2个 object 先改成0 ，right。好，我们把 sublength 改成1，bylength 改成4，我们去读一下。好，目前呢第一个 object 是6041。好，那后面00代表它的 sublength 是0。好，那后面10呢，代表它的 length， 它的长度，它是16个 bit， 好，它是16进位，所以10代表16个 bit。好，这边我们就不动。那我们看一下 sublength 等于2 ，read 它是6064，好，6064，
上面的是0，然后20代表它的 bit length， 好是32个 bit。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3，好，我们先读一下。好，目前是0，因为没有东西嘛。好，那我们就要写入我们希望它新增的东西。好，我们刚刚说我们希望它新增是606C。好，606C， 那 subnet 是0，那它的 length 是32 bit， 好，16进位就20。好，所以我们就写入606C0020 right 写入。好，那我们就再回到它的 subnet 是0 ，byte length 等于1。好，那这时候我们要写有几个 object， 有写3个。好 ，write 进去。OK， 好，那我们做完这些事情呢，我们就再 rescan 一下。好，目前是2个，是 EA01 里面有2个。好，那我们 rescan 以后呢 ，EA01 里面就有3个内容了。好，那我们来做一下测试。那我们就把状态切到 safe-op， 切到 OP。好，那你就看到我们目前的位置，然后这个是我们目前的速度以及状态值。好，状态值把它用 hex 来表示。好，我们先让它基持。基持的话呢，我这边点2下。好，依序选择6、7、F。好，那现在就应该会基持的马达就被锁住了。好，那还有一个我们要选择6060，它的操作模式。好，我们希望用 CSV， 所以我们这边选9。好，把它写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就是 CSV 的模式。好，所以我这边就可以给它一个数值。好，比方说，我给个1000好了，确定。好，那就可以看到我的速度开始慢慢往上加。好，速度往上加。那它这边实际速度来讲，它这边会回传，不过1000可能太慢了。好，所以它跳得比较慢。好，我们把它带到1万。好，你就看到它的速度已经是在1万上下。好，当然它会有点飘，这是目前的速度，这是目前的位置。好，那以上呢就是介绍我们怎样去更改这个 RxPDO 的内容跟 TxPDO 的内容。我们也可以读取一个 ENI 档，然后根据这个 ENI 档里面的资讯来 configure 我们的 PDO。ENI 是 EtherCAT Network Information File 的一个缩写。那这个 ENI 档里面呢，会描述说 EtherCAT 网络中所有的 staff 里面的 RxPDO 跟 TxPDO 的配置应该要如何配置。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的是如何利用 ENI 档案来去 configure 我们的 PDO。首先，大家先 open 我们的 device。好，目前呢，我们接了一个重站，好是这个雅斯卡瓦，好，所以它分的 ID 是539。好，目前呢，它的 PDO 配置是1601，里面有6040跟607A。EA01 里面有6041跟6064。好，我这边就按下我们这个 load 的 ENI。好，那我这边准备一个雅斯卡瓦好1轴的这个 ENI 档，好，把它开启。好，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要 configure 我们的 safe？” 我们这边选确定。好 ，safe configure 完了。好，你看这边我们还是用1601是6040跟607A， 可是我们这个 TxPDO 呢，我们就是多了一个60FD。好，我们就多了这个60FD 这个选项。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如何使用 ITE 来去让驱动器马达回轰。有几个 object 我们先认识一下。第一个6060是所谓的操作模式，好，把它设定为6，代表说我们现在的操作模式是回轰 homing 的状态。那另外几个要设定的是包含是6098回轰的模式。那回轰的模式有很多种，好，比方说有可能是你先碰到左极限再找 home sensor， 还是先碰到右极限再找 home sensor。好，那我现在选的333呢，是我回轰是找我的 encoder 的 index， 好，所以它会只走1圈，好，不到1圈。好，接着我要让它开始回轰呢，是从6040这 Ctrl 我去给它 EF， 好 EF 去开始这个homing的程序。好，最后呢，我从6041这个状态字里面呢，看 bit 10和 bit 12它是不是等于1。如果等于1的话呢，就是表示这个homing完成了。接着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 CSV 模式跟回轰的模式。首先，我们按 Open 以后，它找到我们目前的 staff， 这是雅斯卡瓦的 staff。我们把预设的 RxPDO 跟 TxPDO 打开，好，在
目前有4个，RSAP有2个，好，6040是 Control Word，607A 是 Target Position 目标位置，好，6041是 Status Word， 好就是状态字，6064是 Current Position 就 encoder 目前的位置，好，那我刚刚呢把6041这个用16经文来表示。好，首先呢，我们想要先演示的是 CSV 模式，所以我们首先让马达基齿就在6040这边选择6，好，就是选择6的时候呢，它这边 Status Word 会变成末两码会变成31，7末两码变成33，F 好末两码变成37，好，代表现在已经基齿了，好，就是马达已经释放了。好，我们就可以透过 SDO 写6060是Operation Mode 就是操作模式，它目前的操作模式是0。好，如果说是 CSV 的话呢，操作模式是9。好，把它写进去。好，那接着呢，我们要来控制速度。好，那控制速度因为是透过60FF，60FF 呢在RxP60没有，所以我们就 STO 的方式去下。好，那速度呢，60FF 的 byte length 是4。好，速度我可能不晓得多少哈，因为每一颗马达每个驱动器的设定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先不要写太大哈，先从1000开始。好，我写1000以后，已经发现我的马达开始转了。好，只是讲现在速度可能有点慢。好，那我就可以加速，比方说3000。好，速度稍微快一点，5000。好，速度会更快。好，那如果我要反转呢？好，我可以让它先让它停止。好，现在停止了。那我反转我就给它负1000，好，它这边就开始反转了。OK， 这个就是 CSV 模式。好，我先把马达让它停下来。好，接着呢，我想要演示是回honk的模式，所以我把6060的 byte length 是1号，那我把它改为是6。好，这边把它改为6。好，那我现在进入到的是回honk的模式。好，回honk模式。那回honk模式呢，我们要去设定一个6098，就是你要怎样让它回honk。那回honk模式可能很多种，要看每一种 slave 的驱动器不同，有些可能是需要接 sensor 的，例如说 limit switch、home sensor 之类的。好，那比较简单的呢，是我6060就是35，代表是以现在位置当做 home 点，也就是说，当我下35的时候呢，我目前的位置呢就会被清为0，好，因为现在是原点了嘛。好，那6098是35，好，接着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控制字来。好，我们要开始回honk。开始回honk呢，我们这边刚刚是 F 嘛，好，我们这边给它 EF， 好，就是开始回honk。你注意一下，当我确定以后呢，我们目前的位置就会变成是0，好，0附近了。好，那这样子呢，就回honk结束了。好，那你可以再回到6060去改变它的操作模式，比方说我60给它8，好，写进去。好，那这个目前就是我的 CSP 模式。好 ，CSP 模式就是我从607A 我的目标位置呢，就会等于我的现在位置。好，所以我因为目标位置在 PDU 里面，所以我这边就可以直接用拉霸的方式去给。所以我现在这边给了什么值，它的位置就直接会到这个我指定的位置来去做。好，这个就是 CSP 模式。好，那如果要结束的话呢，就这边再把它回到6，好，那这样就会 servo off， 好 servo off， 那我就可以回到 pre-op 甚至 init 状态，最后的 close。好，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演示。好，这边来谈一下 PP mode。好，那如果你要使用 PP mode 的时候呢，你的6060好必须要给它为1，好，代表一下目前的模式是 PP 模式。好，那其他相关的 object 呢，我们列在下面。好，包含607A 是 target position，607D 的 subnet 是1，是 minima 的 position limiter。好，那607D 的 subnet 2是 maxima。好，所以你要设的这个目标位置呢，应该要在 minima 跟 maxima 之间。好，接着呢，607F 呢是最大的速度，最大的速度。那这个只给一个马达它这边能够承受的速度就可以了。好，6081呢是我这个 profile， 好，我目前设定的速度是多少？好，6083呢是我的加速度，6084是我的减速度。好，到这边都设定完以后呢，我们就透过6040，好，这个 Control Word 去给它 EF， 好，让它开始启动。好，那接着呢，你就可以 check 6041是 state word， 好，当 bit 10等于1的时候呢，代表我已经达到位置了。
好，你顺便可以看 check 6040它这目前的位置，好看是不是已经达到你设定的这个 target position。好，接下来我们要演示的是 PP 模式或 PP 模式。好，首先一样是 Open， 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预设的 RxPDO 跟 TxPDO， 所以这边先都把它展开，然后我们进入到 Save OP， 再进入到 OP。好，然后这边呢，我让这个6041的这个 Status Word 呢，把它用16进位的方式去显示。好，6040呢，我先让它基持，所以我6040这边是选择6，好，注意6那个 Status Word 这边会要相对应的变化，变成31，选择7，这边变成33，选择 F， 好，这边变成37，好，代表马达已经基持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透过 SDO 去选择我们的6060，也就是我们的 Operation Mode。好，目前呢是在1，好1的话代表着它是 PP 模式，好 PP 模式。好，接着 PP 模式我们应该来检查一些它的 object 是不是有设定的正确。好，比方说607D， 好607D， 好 subindex 是1，好 balance 是4，好，这个是它最小的这个 minima 的位置，好是-1的大概6个0吧。好，那这边是2的，然后是最大的位置，好是正的1后面6个0，好，这没有问题。接着我们来看一下607F， 好 607F 上面是0，好 balance 是4，好这个呢是最大的速度，好最大速度，好这个最大速度很大，好所以这应该也没有问题。好，接着看的6081是等一下呢我们要它做的这个速度，目标速度是多少？好，目前是1000。好，如果你希望它转快点，这边数值可以大一点。好，接着我们看6083，6083是它的加速度，好，加速度也是1000。好，6084是它的减速度，好，减速度也是1000。好，这几个都确定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让它去做转动。607A 呢，就是607我们想要它走到的位置。比方说现在是大概是97750左右，好，那我等一下呢，希望它走到4个0，好，4个0这个位置好了。好，先设定以后我们的目标的位置。好，接着呢，我们要透过6040给它 EF， 让它开始去转。注意这边要勾 hex， 好，这边打 EF， 好，或直接打10进位的31也可以。好。下 EF 以后呢，你看我们这边的 Status Word 变成1237，代表它开始运动，好，但是还没有到达我们要到的位置。那这边已经开始朝向我们的目标5万这个地方开始去做前进了。好，那我们就可以一直等到这个数字呢再变回1637的时候呢，代表它已经到达这个位置了。好，那你这边的速度呢是由刚刚我们在6081设的这个速度，目前是设1000啊，所以你可能觉得它有点慢啊。如果你希望它快一点的话呢，就是6081这个地方呢，把它设大一点，可能是2000或3000。好，那你也可以去设定它的加速度或减速度哈。好，我们看一下它这边已经差不多到5万了，好，它这边就会回到1637，代表已经到达我们的目标位置了。好，以上就是我们的演示。好，那你这边呢？就可以再把它切回 Server Off， 然后 Pre-OP Emitter 再 Close。好，以上就是我们的演示。好，这个 ITE 呢，有部分的功能是必须使用 License 才可以使用的哈。那你如果没有 License 的话呢，上面会显示一个评估版。好，那你要怎么样获得 License 呢？第一个就是在 ECNXF 里面选取 License 的标签，他问你说有没有已经获得这个 License， 如果没有的话，请按取消。按取消以后，你会得到一个档案，然后这个档案请寄给我们，好，我们会评估说，如果说你具有 license 资格的话呢，我们会产生一个 license file 寄给你，好，请你将这个 license file 放在执行档的同一个资料夹，好，这时候呢，你在同样步骤这时候你选择确定，选择你那个档案，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当我们在执行这个 ECMXFU 的 ITE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目前资料夹里面只有3个档案，好，然后这边会显示一个评估版。好，如果你今天想要获得 license， 其实你就是在 ECXF 这个标签底下有个 license。好，一开始你没有这个 license file， 所以这边先选择取消。
好，选择取消以后呢，我们会产生一个 activation 的这个点 .lis 的档案。好，在这边，好，请将这个档案寄给我们，好，就是寄到 Surface 这个信箱。好，要附上你的 XFU 的序号。好，那我们确认你有 license 的权利的时候呢，我们会把 license file 寄给你。一般来说呢，这 license file 叫做 ECNXF 点 LIS。好，所以呢，当你在取得这个档案放在同一个资料夹底下呢，我现在再重新执行一次。好，我现在就变成是 license 的，好，表示说我已经具有 license file 了。那有些资料呢，我们就可以去使用。接着介绍 Code Generator 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呢，你可以在 Tools 底下的 Code Generator 找到。哦，注意这个功能必须是要 license 的 IT 才可以使用。好，这个功能主要分成两个大块。好，第一个是 PDO 的配置程式，好，一个是 PDO 结构的定义。好，那 PDO 配置的这个程式呢，是你可以汇入一个 ENI 档，我们会根据 ENI 档里面的 PDO 配置呢，帮你去产生所需要的配置程式吧。好，第二个是 PDO 的结构，我们会依照目前已经设置好的这个 PDO 来去产生一个这个 PDO 结构的一个定义档。好，那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这个 Code Generator 的功能。好，我们现在是使用 IT 是 license 的这个 IT。好，我们直接先 open 它。好，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有 Code Generator。好，第一个呢，我如果想要从 ENI 去产生一个 PDO 的 config 档，好，那我其实不需要实际上连接到我们的 slave。好，目前没有连接任何东西。好，我就这边点一下。好，它首先就会叫我们选择一个 ENI 档。好 ，ENI 档。好，我这边准备了一个 Yaskawa， 好一轴，好一个 slave 的 ENI 档。好，那我们再按 Generator， 它就问我说我要存在什么地方。好，我就选择一个我要存在的一个资料夹。好，选择资料夹以后，它就会讲说，产生了2个 PDO 的路哦。好，那这样就产生了结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它产生的档案。好，我们这边就直接把它打开，它这边产生了2个路哦。好。第一个呢，你看它539其实就是我刚刚指定的这个 Yaskawa 的一个分的 ID。好，然后这个是 Product Code。好，然后我的1412就是我的 RxPDO 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放了1601601。好，160里面放了2个 Object。好，分别是6040跟607A。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它的 Subindex 跟那个 Besize。好，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TxPDO 是1413。好，一样放了一个 EA01 的 PDO content， 然后呢，这 EA 里面有3个 object， 分别是6041、6064跟60FD。好，那0代表是它的 subindex， 16是 besize。好，这个就是我们产生出来的这个 config 定义档。好，那我们再试另外一个。好，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再产生另外一个定义档。好，那一样我这边打勾。好，我这边选择的是一个 Panasonic 跟一台升阳的这个驱动器。好，开启一样，我这边要选择说我要存到什么样的地方。好，那我就会产生4个 configure 路哦。好，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好啊，因为我是选择同样的路径，所以之前的档案可能就被我覆盖掉了。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有4条线。4个，因为我2台 slave， 那每一台 slave 都有 RxPDO 跟 TxPDO， 所以总共4个路哦。好，60FF， 好是 Panasonic 的那个代码。好，6066F， 好 EB9 三阳的那个代码。好，那一样，好1412跟1413，好，它们分别产生1412跟1413。好，这边就是从 ENI 里面读到的资料。接着我们要展示这个 PDO 结构的这个定义档的产生。好，那一样我就是先 open 我们的XFU 装置。好 ，Tools 里面的 Code Generator。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目前的PDO 的结构。好，分别是 RxPDO 有6040、607A， TxPDO 有6041跟6064。好，这2个。好，所以我们就选择 Code Generator。好，一样 PDO Structure Define。好，在我们已经连线上，它这边已经自动帮我打勾了。好，这边就直接按产生。按产生以后，它希望我们选一个资料夹，所以我选这个资料夹。好，他就说，我们有一个 slave 的 PDO 定义档已经被产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生的这个档案。这个档案呢，它就是说，好，我现在有一个 slave。分的 ID 跟 Product Code， 好，就是我现在这个 slave 分的 ID 跟 Product Code。
好，那我的 R 叉 PDO 好 CF0 的 R 叉 PDO 就是6040跟607A，T 叉 PDO 就6041跟6064。好，那整个网络里面就只有一个 CF0。好，整个网络里面就有一个 CF0。好，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定义档。接着呢，我们要透过1C12跟1C13的修改呢，来增加一些定义。比方1C12，好，我们读起来，这边是等于0，读起来应该会是1。好，那我们先写0，以便我们做更改。好，那我们要更改的目前是1601。好，所以我们这边1601。好，那它的上面是0，balance 是1，读出来是2，我们先改成0。好，先 write。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个 subindex 4个 byte 是6040，好，6040这个。第二个 subindex 是607A，好，607A。好，第三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写的，好，我们第三个自己要写的，好，目前是0，好，我们希望加一个60600008，好，把它写进去，好，把它写进去，就把它读回来，好，60600008。好，那1601我们就改完了，好，所以记得回到那个 subindex 等于0，balance 等于1的地方，把它的数量改成3。好，那这边改完了，一样，我们就回到1C12的subindex 0，balance 是1，好，这边把它改回1。好，那 R 叉 PDO 这边改完了，我们接着改。T 叉 PDO 好1C13一样同样的步骤，好，我们 subindex 是0，balance 是1，好，我们先读回来，好，那因为我们要更改它，所以先改成0，好，接着呢我们要改的是1A01，好，那我们读回来是2个 object，好，我们先改成0，好，那我们就顺便读看第一个 subindex balance 4，读回来是6041，好0010。第二个 subindex 读回来是60640020，好，那我们要增加第三个，好，我们今天希望增加是60610008，好，把它写进去。好，那再回到 subindex 等于0，把它的数量也把它改成我们现在质疑的3个 write， 好，读一下，好，没问题。那我们在1C13一样 subindex 0，balance 1的地方呢，一样把它改成1 write 进去。好，这样子我们就改完了。好，所以我们再 rescan 一下。好，你可以看一下，我现在1C12，好，160里面有3个，好，刚刚多了一个6060。T 叉 PDO 里面呢，1A01里面也多了一个6061。好，那这时候因为我们刚刚好不容易才把这个结构给定义完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code generator， 好，把这个结构定义档，好，再把它产生出来，好，产生出来，好，那一样，我们选择一个新的资料夹，好，选择你要存的资料夹，好，我就存跟刚刚一样的资料夹，因为档名是相同，它就被我附带过去，好，我就重新再录，好，目前呢，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这里刚刚是2个 object 嘛，现在变成3个 object 了，而且第3个是 CHR， 就是它只有1个 byte。好，还是 OBJ 6060，然后这边是 OBJ 6061。好，那这边是有一个 slave， 好，都叫 slave0。好，那这个呢就可以直接汇入到我们的程式里面去做使用。好，它就帮你把你目前的 PDO 定义的方法呢，把它截取下来了。ITE 还有一个功能是属于 SII 的 editor， 那这个 SII 呢，其实就是 slave 上面的 double point 内容值。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tools 里面的 SII editor 呢，去读取或者写入 slave 上面的 double point。好，你也可以把 slave 上面的 double point 读出来，然后写到存在电脑本机端的一个档案。或者是相反的，你可以从本机端的一个档案读出来，然后写到 slave 里面去。好，这都可以。好，这边我们要演示的是 SII editor 的功能。好，所以我们现在先 open， 一样，我们这边接了一台 Yaskawa 的驱动器。好，我在 tools 里面呢选择 SII editor。好，那它一开始是全部都是 F 啦，哈，这空白的。好，那你这边可以去选择说你要呈现的画面，哈，它的大小要呈现的方式。好，那你可以去读从 slave 里面去读。好，比方说我现在去读这个 slave 0，啊，它分的 ID 跟 PID 放在这边，好 read。好，读完以后呢，我现在这里就是我
CF0好雅斯卡瓦这台驱动器上面的这个 SII 好，也就是说它 double 后面的资料。好，那我可以把它存到我的一个档案里面去。好，所以我就这边选择 File， 然后 Write 到一个档案。好，那这边呢，我就随便命名，然后比方说这是我的雅斯卡瓦好的 bin 档，好 binary file， 好就存档。好，这边就多一个雅斯卡瓦的 bin 档。好，那之后呢，假设下一次，好假设下一次我们有需要再用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 open 起来，然后一样选择 tool 的 SII editor。好，我们可以直接从档案这边去读取我们刚刚存的这个雅斯卡瓦档。好，那当然你就可以再去写入到，也许是其他的 CF 里面去，好，或者是你再写到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Firmware Update 的功能，也就是我们的韧体升级或者是固件升级。好，如果你今天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呢，你先确定你的板子上面有调成是一个固件升级的模式。那如果说是讯成科技出的这个 XFU 的这个 SK 呢，请你就是把这个 J3 的 pin 角呢接到 low 的部分，好，这样就是所谓的固件升级的模式。好，那接着呢，你就是按这个一线 XF Frame Update 这个按钮。好，那不用 Open 哦，不用 Open， 好，因为你现在要做的是Firmware 的 Update， 所以是直接选择一些 XF 里面的 Firmware Update 这个功能。好，那除了是一般的 XFU 以外，那个 XF 也是可以用的。好，选择这个功能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视窗，好，问你现在是 USB 还是 PCI 的模式。好，如果你是 USB， 就选择透过 USB 的模式。好，那选一下 Update。按下 Update 以后呢，它就会跳出一个视窗，要你选择你要更新的档案。好，请你把要更新的档案选择以后呢，按确定。好，这样就可以开始这个 Firmware Update 了。接着呢，我们要示范一下怎样 update 这个 Firmware 这个韧体版本。好，我们现在先 open 的时候呢，它会出现我们目前的版本。好，我现在目前的这个板子呢，版本是 0x1A， 好，1A 的这个版本。好，那我们现在最新的是1B， 所以我等一下呢要把它 update 成为1B。好，所以呢，我这边就先把它 close， 把这个功能关掉。好，选择一些 XF 里面呢有一个 Firmware Update 这个项目。好，选择一下，他问你说你是透过 USB 或 PCIe， 好，那我们目前是透过 USB， 所以我按一下 Update。好，这边会再确认一次，说你是不是真的要 Update Firmware， 好，是透过 USB。好，如果确定的话呢，请你按确定这个按钮。好，请注意，因为你的 Firmware Update 以后呢，它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本的这个 Firmware，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确认你拿到的是一个你需要 Update 的这个版本的档案。好，我这边按确定。好，但是它出现一个错误是 Cannot Open Device。好，这个代表是说它并没有找到我们这个 SK 这个板子，或没有找到这个一线 XFU 的这个 chip。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刚刚并没有把J3 的这个 jump 呢调到 L 的位置。好，我没有把它让板子进到这个 Firmware Update 的模式。好，所以我现在手动呢透过jump 好把 J3 调到 L 的这个位置呢，记得你要按一下 reset。接下来按 reset， 那你按完 reset 后，我发现它其实我们在 update 模式的时候呢，板子上面只亮一个灯，只亮一个红灯。正常模式的话呢，会亮两个灯，也是红灯跟绿灯。但是呢 ，Firmware Update 模式呢，只会亮一个灯，也就只有一个红灯。好，所以确定以后呢，我们再做一次 update。好，选择这个再按确认。好，这时候呢，它就会让你选择说你要不要 update 的 Firmware 版本。好，这边我选的是1B 的版本。好，按下确认以后呢，它就开始做 Firmware Update 的事情了。好，我们等一下，大概等了几秒钟以后呢，它就完成了。好，再按一下确认。好，这样子就完成我的 Firmware Update 了。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现在会把 Jump 再调回来原本的 H， 也是正常的操作模式。但 Jump 调回来以后呢，也要记得按下 Reset， 它才会让它重新的去启动。好，按完 reset 以后，我会发现我板子上面的灯已经亮了两个，一个是红灯，一个是绿灯，两个都亮，表示说在正常的操作模式下。这时候我按一下 Open， 好，我现在的 Firmware 我已经把它 update 成1B 了，好，这样子呢就完成我们的 Firmware Update 的事情了。